一直以为意大利最多元文化的城市是米兰，直到我来到了 Trieste。不管是从地理、历史还是食物方面，这个城市跟意大利其他城市相比都有显著的不同。就让我们透过这支影片一起造访这座意大利最多元文化的城市吧。迪里亚斯特是意大利最靠近斯洛维尼亚边境迪里亚斯特省的首府，那它也非常的靠近克罗埃西亚。我们是从克罗埃西亚首都扎格雷布开车，大概开了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来到这里的。Continue straight.我们现在呢在 Trieste 这间餐厅算是评价蛮高的餐厅，这样就是 salad， 它可以就是 mix appetizer together 比较适合。这个喷泉呢，也算是一个蛮著名的地标。上面这个雕像呢，就是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雅努斯呢，算是时间之神，他一面是望向过去，一面是看向未来。以前呢，罗马士兵出征的时候呢，都要从象征雅努斯的拱门下面穿过。现在欧洲这些凯旋门也是从雅努斯的神像演化而来的。那你不只会在这边见到其他欧洲国家，你也有可能看到这个双面的神像。我们现在在 Trieste 要去一个很有名的、很古老的咖啡，叫做咖啡 San Marco。我们现在呢就在咖啡 San Marco。Let's go。迪里亚斯特呢，其实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咖啡之城。最有名的伊犁咖啡就是从这边发展开来的。那在18世纪的时候呢，这边开始了咖啡的交易。20世纪左右又有交易所的开启，再加上迪里亚斯特是地中海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这些经济因素加起来，让这边的咖啡非常的盛行。这些古老的咖啡厅呢，以前呢都是大家用来讨论文学呀、政治议题的地方。那这些咖啡厅的感觉呢，就很像在奥地利见到的那种 coffee house， 因为这边曾经被奥匈帝国统治过，所以有不少的建筑啊、历史方面也被奥匈帝国影响。竟然在意大利可以看得到骑楼，瞬间回台湾的 view 有没有？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座米拉马雷城堡是离迪里亚斯特市中心大概20分钟左右的车程。只要你搜寻迪里亚斯特景点，就一定会出现这座城堡。就在 Castle Mirromare 外面，虽然很多人抢着停车，但是其实你付2欧元进来比较好停。刚刚那边听到我的脚踩刹车踩有点抽筋。我们现在背后呢，就是 Castle Mirromare， 中文翻作米拉马雷城堡。那它是一个19世纪的新哥德式建筑，建立于是1856年到1860年。奥地利的大公Ferdinand Maximilian 跟他老婆就是 Charlotte of Belgium 建的。他们俩以后就是墨西哥帝国的皇帝跟皇后。这座城堡它附近周围有22公顷的花园，然后主要有2个池塘是以莲花跟天鹅为名。里面的植物啊，很多都是从亚洲带过来。因为这个 Maximilian 这位大公，他以前曾经参加过奥匈帝国的海军，他盖这栋城堡的意义有点像是在彰显他的社经地位，跟他就是想要航向世界的一个梦想，以及他自己的 sense 这样子。这栋城堡还有清水豪宅之称，就它里面的房间只有1间房间是看不到海的，其他每一间房间每个窗户都可以看得到海。
Mirror 的行程，我们大概待了大概快1个小时，但主要都是围绕在 Castle 附近拍照。那其实因为它的花园有22公顷大，所以其实真的要走的话是可以走很久的。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就到这里。然后它里面是当初 Maximilian 建立的时候保存下来的房间都没有变，然后是19世纪的奥匈帝国 Habsburg 王朝的就是 style。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 Franz Joseph 也曾经带妻子茜茜公主来这边住过。关于这位非常有霸道总裁潜质的皇帝呢，我们之后有剪维也纳影片再来介绍他吧。成人票12欧加1块，就是有时间的话应该是可以进去逛一逛这个景点，推荐。这道牛胸肉切便是他推荐我们点的前菜，还不错吃，但没有到惊艳。这道鸡胸肉笔管面算是克罗埃西亚北部 Istria 半岛以及意大利这边 Trieste 的特色菜，他们用一种酱，中文翻成辣根酱做成的意大利面。他能用很简单的方法把牛排煎得蛮好吃的，难怪很多人来都会点，店员也推荐。我们在 OG 这家 gelato 的店，我之前在米兰的影片有介绍过这家冰淇淋。上次我没有吃到 Pulcinella， 有点咸咸甜甜的那种起司，然后加巧克力还有橘子的口味。这次吃到真的蛮好吃的，但是我觉得它咸味没有特别重。蛮推的就是我又点了一次 Pier Sobe， 还蛮清爽的，有点偏甜但还不错。然后这个就是意大利必点咸咸甜甜的开心果口味。我们今天在 Trieste 住1个晚上 ，Best Western 的系列的 hotel， 然后意大利都一定会有这种马桶，据说好像是冲屁股，可是不是很能理解这怎么冲。因为早上6点多快7点的空旷，耶，前方就是海了。凌晨6点多，快7点，6点53，太阳出来了，都没人。不过可能也是因为礼拜天早上。早安，我们现在呢就在 Canal 这边，朝着 Canal 走。我现在背后的这个广场叫做 Piazza San Antonio Nuovo， 这个 district 有名的景点之一。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呢，叫做 Borgo Teresiano， 应该是这样念的。这是一个整个一个区 district。这个地方有2座桥是给行人走的，然后我们现在在的这一座桥是 Ponte Rosso， 等一下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 James Joyce 的人像，早上有被他吓到，为什么一个人站在那里不会动？但其实他是一个人像在那里。那这个区域呢是奥地利皇帝查理6世建的，就是围绕着各种的 palace， 然后 piazza 的一个区域，大家可以早一点来这边散步去，比较少人。我们现在呢在的这座桥呢，应该不是刚刚说的2个行人桥之一，因为它看起来就是 modern 的建筑。后面那个就是 Ponte Rosso， 对面那个才是另外一个 pedestrian 的桥。这边呢应该是在星期天的2手市集。这一座桥就是 Ponte Vecchio。地方呢叫做 Piazza Unità d'Italia，Unity of Italy Square。他们现在后面在办的是一个就是科学研讨会，所以有点乱。这个广场其实很漂亮，它四周是被各种不同的palace 就是环绕。那现在 palace 有些是 hotel， 然后有些是一些可能政府机构什么的，然后有些是 cafe。后面有一个 fountain， 那个 fountain 上面的各种不同的 allegory 是代表世界的4大洲。现在有 Europe、Africa、Asia 跟 America。那面对这一个广场呢，就是可以看到后面呢有一个 pier。那个 pier 呢叫做 Molo Odes， 它的来源是一艘船，那艘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驶进意大利的一个船只。这个广场是欧洲靠海广场中最大的一个。
是在奥匈帝国时期建立的。那当时 Trieste 这个地方还是奥匈帝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它以前其实是叫做 Great Square， 自从1918年 Trieste 这个地方被合并到意大利里面之后，这个广场就改名叫做 Unity of Italy Square。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广场主要用途就是来办各种不同的活动。这座喷泉是在1750年到1754年由著名的大师 Giovanni Battista Mazzoleni 建立的。那它是用来象征提里亚斯特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的繁荣。那这个繁荣呢，是得益于查理6世以及 Maria Theresa 皇后对于提里亚斯特一个政策。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 pier 就叫做 Molo Odes， 它原本一开始的名字叫做 San Carlo， 然后它是当初17多少年在 Trieste 的港口沉船，没有把这个沉掉的船移开，而是直接在那个船上面 build 这个港口。那以前没有那么大，之后是有扩建。到了1918年的时候 ，Molo Odes 这艘就是意大利皇家海军的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驶进意大利的那艘船，所以后来把它改名为叫 Molo Odes。它后来有再扩建，把它跟整个就是Piazza Unità d'Italia 一起连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景点。那这边可以往回拍，可以拍到就是那个 Piazza Unità d'Italia。之前有提到提里亚斯特有很多那种古老的咖啡厅，那我们现在要去的这间咖啡厅呢，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建立于1839年，原本在 Unity of Italy Square 这个广场里面有4间，那这间是唯一一间剩下来的。它里面的氛围呢，跟就是维也纳可能会比较相近，还保存着当初哈布斯堡王朝留下来的氛围。这间咖啡厅的名字翻译成英文就是 Cafe of Mirror。这个名字的来源呢，是起源于一个传统，就是他们会喜欢把重要的历史事件刻印在镜子上或是玻璃上面。这间咖啡厅呢，基本上见证了提里亚斯特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不过很遗憾的是，这样的镜子现在在咖啡厅里面只保留了3个。现在在经营这间咖啡厅的公司呢，是一间意大利还蛮知名的巧克力公司，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喝点咖啡，吃个巧克力。我也点了 hot chocolate 来 warm up， 因为天气真的是有点太冷了。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叫做 Piazza della Borsa， 这一栋建筑很像希腊神殿的建筑，以前是Stock Exchange。交易所前面有一座雕像，这座雕像是加布里耶·邓南遮的雕像。那他是意大利非常著名的诗人、记者、小说家、戏剧家、军人、政治活动家，还有冒险者。一战期间，他在意大利的政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常被视为墨索里尼的先驱者，影响了意大利法西斯跟希特勒。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文学家变成民主战争的英雄，是一个出名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那现在这边在中古车的车展，那后面整排都是 Alfa Romeo。这次来 Trieste 看到超多 Alfa Romeo， 我不知道是这边人特别喜欢开这个吗？之前在米兰都没有看到这么多。我发现 Trieste 的车子啊，最多就是 Fiat 跟那个 Alfa Romeo， 警车都是 Alfa Romeo。我们现在背后的呢，在西元100多年的时候呢，是罗马竞技场，那现在呢就只剩下1级了。接下来去的这座城堡，它是15世纪的城堡和堡垒，那现在是历史武器和当地历史博物馆。我们
们现在呢，这个地方就是 Castel San Giusto， 以前中世纪的防御工事。那 San Giusto 这个名字在这边还蛮常见，像我们做的饭店也是在那条路上，也是以这个人来命名的。在我的左边这一方面，这边也有一个 Cathedral， 那这个 Cathedral 也是还蛮有名的一个 Cathedral， 它的名字也叫做 San Giusto。它10点开门，我们现在9点多，所以可能没办法进去，我们有点赶行程。那10点开门进去之后，应该是可以看到整个 Trieste 下面的风景。